老婆，这这么急，赶紧润房了。这顾小雨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为了给捡来的儿子凑学费，就把这么漂亮的亲生女儿嫁给这种老痞子。丈母娘，我们走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宋书恒是他亲生的呢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个顾小雨的男人宋国义以前跟很多女人不清不楚，指不定这个宋书恒是哪里来的。就他傻，就因为宋国义一句话，就把宋书恒当亲儿子养。你小点声，一会儿被他听见了。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吗？看来有些真相快要藏不住了。小雨，你忍忍，小雨，你这不去哪儿呢？小雨，用力啊，用力！国义，你最近去哪儿了？我生孩子你也不在。我听说你生了女儿，我们家几代都是单传，你想让我们宋家绝后啊？那你这个孩子是？这是我在路边捡的，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最起码是个男孩。以后你就养着他，等他长大了之后，还能给我们养老送终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我当然愿意啊！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把那个孩子当亲儿子对待。那就行，还是我老婆识大体。怎么样，儿子交给你老婆了吗？他没有怀疑什么吧？他一个村姑又没有什么文化，会怀疑什么呀？放心吧。宋国义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不管生活再苦再累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。淑仪呀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多喝点呢，才能长得快。哎呀，臭婶儿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这牛奶是给舒恒的。淑仪，你随便弄点米糊味就行了。小雨啊，你说什么呢？舒恒虽说是个男孩，可到底是捡来的，你怎么比亲生的还亲？可不一样，这孩子是国义给我的，我答应他了，要好好的抚养长大。小雨，你说什么呢？大家都在传，这捡来的孩子啊，是国义和其他女人生的。六婶儿，你又在跟我老婆传什么瞎话呢？可不要背着我胡说八道啊！老婆，你做的没错，这女孩迟早要嫁人的，随便养养就行。这好东西还是都要留给儿子的。姐姐，孩子让你养着，国义哥和我都特别放心。哎，国义，你这几天不是说要去县里办事吗？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哦，是这样，县里给了几个回城的名额，我把你的名额转给舒婉了，这边要你同意签一下字。宋国义，这回城的名额啊，一年就那几个。这小雨是拼了命的给大队挣了不少荣誉，才得了这一个，他凭什么让给这个女人？舒婉可是县城的大小姐，她的身子骨可比小雨娇贵的很，吃不了什么苦。小雨啊，你和舒婉这么多年姐妹情深，你忍心吗？你说的对，好，我同意把名额让给舒婉。小雨，还有啊，这次回城我跟舒婉一起回去，你呢就在乡下好好看孩子就行。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去城里享福，刘小雨在乡下受罪。哎，没事儿，六婶，国义说的有道理。你呢，跟舒婉好好的回城里，我就留在乡下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的待在乡下，不去打扰你们。好，既然事情都说好了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小雨，你可要照顾好我们的儿子，不能让他受一点委屈。雨姐，我和国义哥谢谢你了。小雨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没看见这俩人眉来眼去的吗？六婶儿，我不傻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也看得特别清楚。你都有媳妇儿了，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的宝贝儿啊，我和那个顾小雨只是办了婚礼，又没领证。我娶她呀，完全是为了以后能拿到回城的机会啊。那种村妇我看着就恶心。再等等，等我拿到咱俩回城的资格了，我立马甩掉她。可是我现在都死，要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俩的关系，那我们以后就完了，咱们这辈子都别想回城里了。你别急，
我倒有一个办法，你和顾小雨预产期差不多，等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就让这个村姑替咱们养着，怎么样？反正他一个乡下人，养一个孩子是养，养2个孩子也是养。你说的这个办法能行吗？我就说这孩子是我捡过来的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等到他把咱们的孩子养大了，我们再把他给认回来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？小雨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？六婶儿，想办法给我多找点牛奶吧，我要让书恒快快长大，我等着他亲生父亲来认他的这一天。我也在等你。卖西瓜嘞，皮儿薄肉厚又大又甜。这西瓜咋卖的呀？给你切一块，你先尝尝。到学校上课别委屈了自己，想买点啥就买啥。妈，这钱太多了，您身体不好，留着给自己买点有营养的。你放心，妈的钱够花。哎呀，拿着。妈，凭什么我的钱比哥少那么多？你们太亏心了吧？你一个女孩家的，能跟你哥哥比吗？再说了，给你的钱够花了。哎，你这孩子干啥呢？他就是我爸捡来的一个野孩子。你这么宠爱他，我们俩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谁是捡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让我听到你说这种话，你就给我离开这个家。上学去。考试别有压力啊，不管考得怎么样，你在妈心里啊都是最优秀的孩子。妈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儿子，好好考，妈在家等着你呢。好，等我回家。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这当妈的可真够狠心的。宋国义，我今天终于完成了对你的承诺，把你捡来的孩子当成了亲生儿子来养，却把亲生女儿嫁给了老痞子。你一定会感谢我的付出吧？国义，咋这么晚才回来呢？这淑仪的婚礼啊，都过去好几天了。哎呦呦，小雨姐，这么热的天儿，你竟然还得下来干活，哟，真可怜呢。淑仪写信给我说，你把她嫁给了一个老痞子，就为了拿彩礼给书恒交学费是吗？你这个母亲还真是偏心呀！淑仪这么跟你说的，其实是……行了，你不用给我解释，我又没有怪你，你做的挺好。这女孩啊，哪能跟男孩比？趁早嫁人也挺好。虽然这老痞子看着恶心，人品也不行，但是只要对淑仪好，那就行了。宋国义，你还真是厚此薄彼啊！自己的亲生女儿一点都不珍惜。没想到啊，小雨姐，你竟然对书恒这么好，你可真是一个识大体的好女人啊！当初国义哥娶你，可真是他的福气呀。我答应过的，要把书恒当自己亲儿子一样对待，我当然得说到做到啊。看到了吧？就他这种没脑子的村姑，你还怕他发现咱们的秘密？对了，小雨姐，这是我去商场呀给你买的衣服，这可是城里最时兴的呢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小雨，这可是舒婉特意在大商场给你挑的，以后可别再说舒婉不心疼你这个当姐姐的啊。大商场买的，恐怕这些都是你穿剩的东西吧？谢谢舒婉，还怪好看的嘞。姐，你赶紧试试啊，让我们看一看。我这下地干活呢，穿上不就弄脏了吗？哎呀，没关系，弄脏了我再给你买，反正我家里呀最不缺的就是衣服了。来，我帮你穿。张舒婉，你是故意想让我穿上你不要的衣服，然后和宋国义一起嘲笑我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大喜事啊！你家舒恒高考成绩出来了，他考上名牌大学了。村长，你说我儿子考上名牌大学了，真的吗？嗨，就是我怎么能骗你啊？他考的分数啊，还是全市第1呢。小雨呀，你儿子真是给咱李家村长脸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听到了吗？咱们儿子考上名牌大学，还是全市第1呢。你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儿子，咱俩的能差？小雨啊，这10几年真是辛苦你了，要不是你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成人，这孩子也不会有现在的出息呀。哎，村长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乐意了。我儿子考上名牌大学，跟他顾小雨有什么关系？这只能证明是我。
啊，是我们儿子比较聪明，顾小雨每天只会做做饭、干干农活，他能有什么贡献呀？你还有脸嫌弃人家小雨？这10几年都是小雨一个人在乡下照顾2个孩子，你什么时候回过家呀？村长，你就别怪他了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舒恒的父亲，况且这些年他也给舒恒借过不少钱。小雨，那就算了。既然孩子现在成才了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小雨啊，你真是有本事呀，养出个大学生。可这孩子要是你亲生的就更好。村长，我都说过了，我就把舒恒当我亲儿子对待。你亲生，你也配？哎，对了，村长，你可得帮我一个忙，我打算给我儿子举办一个隆重的升学宴，庆祝我们宋家出了一个大学生。到时候您可得把全村的人都给我叫上。啊，对，村长，国义说的对，毕竟舒恒是咱们村第1个大学生，让乡亲们一起好好热闹热闹。好吧，终于要跟儿子相聚了，这一天我等了10多年呢。别急，再忍几天，等升学宴当天啊，我就让你们母子相认。走。哎，国义，升学宴那天啊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别着急嘛，到那天你就知道啦。这份礼物我可是藏了18年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村长您来了，恭喜！村长，请。恭喜小雨实现个大学生，请。婶儿，哎呦喂，儿子哟，我儿子，你可真给咱们家长脸呀，儿子！哎呀，舒恒，你看，这是送你的升学礼物，你马上就是大学生了，一定要有一块自己的手表呀。儿子，这可是上海牌手表，名牌手表，给你拿着吧。舒恒，既然是你舒婉阿姨的一片心意，那你就收着吧，还不谢谢舒婉阿姨？谢谢舒阿姨。国义、舒婉，那我跟儿子先进去了，你们在这接客啊。走。你看顾小雨那得意劲儿，又不是他亲生儿子考上了大学，还让舒恒叫我阿姨，听着我心里都难受。行了，再忍忍，等过了今天，我们一家3口就能团聚了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顾小雨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今天非常感谢各位乡亲来参加我儿子的升学宴，多谢了啊！今天我们欢聚一堂，借此机会，除了我儿子考上名牌大学这件事儿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要告诉大家。这个消息比我儿子考上大学都让我高兴啊！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宋家最近真是喜事连连呐！我知道，这好消息我早就猜到了，肯定是国义要带着嫂子去找你享福了。毕竟嫂子这几10年辛辛苦苦把舒恒给养大，太不容易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对，小雨啊，靠自己养大了一个高材生，他呀可是你们老宋家的大功臣呐！哎，大家别误会，这件事儿跟顾小雨可没什么关系。那啥，你赶紧说，快说呀！国义，你说这个好消息跟我没有关系，难不成跟张舒婉有关系啊？这你倒是说对了，这个好消息就是，时隔18年，我终于找到了舒恒的亲生母亲。今天我也把她请到了现场，就是为了让舒恒和他的亲生母亲相认。宋国义，我就知道你会在今天解开这个谜，我也终于等到这一天。宋国义，在今天舒恒的升学宴上，你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什么意思？合着舒恒的亲生母亲消失了18年，在这个节骨眼露脸了，这不明摆着捡县城的便宜吗？村长说的对呀，小雨这10几年辛辛苦苦的把孩子养大，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你这当爹的不出力，躲在城里享福也就罢了，今天还把舒恒的亲生母亲找来跟小雨抢儿子，你这到底安的什么心呀？就是啊！大家安静，大家安静！我知道顾小雨养了10几年的儿子很辛苦，我作为舒恒的亲生父亲啊，我也很自责。可是大家好好想想，一个母亲失去自己的儿子得有多可怜呀！所以这些年呀，我就不断的寻找，
直到这几天，我终于找到了舒恒的亲生母亲。10几年都没找到，他偏偏这几天找到了，这谁让他那么巧的事啊？对呀，他是要肯定要。哎，你们村长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先不要激动。舒恒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在我心里啊，他就是我的亲儿子，我也不舍得他离开我。可是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，毕竟舒恒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世。况且呀，我也想知道这舒恒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。算了，既然小雨都说了，我们也别再给他计较了。二狗，你快到外面把舒恒的亲生母亲叫过来。不用叫了，他就在现场。什么？在现场？到底是谁呀？各位，我就是舒恒的亲生母亲。张舒婉，我就知道你们今天一定会来和我抢儿子的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舒婉阿姨她说她是我亲生母亲。儿子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丢了18年，妈妈就痛苦了18年。快叫妈妈，快呀！张舒婉，我真没想到你演技这么好。你是舒恒的亲生母亲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当年我生产的时候，产婆背着我把孩子偷走了。当时我心如死灰，以为这辈子都不能跟孩子相聚了。没想到老天有眼，我的孩子竟然被国一哥捡到了，这才给了我们母子相聚的机会。这都是命，如果不是被我捡到，舒恒哪有机会和他母亲相见呀？张舒婉，你说当年你生的儿子被偷了，那就这么巧被宋国一给捡到？哎呦，你说这话谁信呢？这再说了，你们隔三差五的下乡来看孩子，我就不相信你一直没察觉出这孩子是你的。你早干嘛去了啊？非得等到今天才相认？六婶儿，小雨姐平时对舒恒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怀疑是自己的孩子呀？这我也是最近几天才确认的。小雨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来和你抢孩子的。可说到底，毕竟我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。张舒婉，你说舒恒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对呀，无凭无据的，就凭你一张嘴，小雨就把儿子给你，这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？有证据，有证据。我记得我儿子胳膊上有一块红色胎记，特别明显。你们大家不信，可以看看舒恒胳膊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。姐姐，你不会狠心阻挠我们母子相聚吧？怎么会呢？只要能证明舒恒就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我今天就可以把儿子还给你。真的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小雨，你傻不傻呀？这舒恒现在出息了，你同意还给他，这不就是替这个女人白白养了18年的孩子吗？六婶儿，你不懂，舒婉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她让我帮她养着儿子。如果真的是有什么苦衷的话，我可以理解。哎，对对对，还是小雨识大体。六婶儿，你什么都不懂就不要瞎说。什么叫替别人养了17、18年的孩子呀？舒婉可是县城里的大小姐，你觉得人家会愿意把儿子送到乡下给一个村姑养着吗？我觉得也是，这世上不会有哪个母亲愿意把孩子扔了让别人养的，而且还是18年不闻不问的。也许这是真的。对，有些人当过母亲，不知道当母亲是什么心情。我相信舒婉说的话，舒恒一定是他的亲生孩子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少说2句吧。既然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公开了，那也算是团聚了，也算是一件喜事儿。不过这孩子以后跟着谁生活？是亲妈呀，还是养母？哎，那还用说吗？舒恒是舒婉的亲生儿子，当然是跟着亲妈一块生活。就算我和小雨再舍不得，也不能阻挡他们母子团聚了。小雨，你说对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毕竟是养母，确实不应该。小雨，所以我和舒婉都商量好，等过了这场升学宴，我们就带着舒恒一块去城里过日子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们2个带着舒恒去城里生活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人家母子俩团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这样的，
我好歹呀也是舒恒的养父，这么多年的感情呀，实在是不能说放下就放下。而且我也担心舒恒到城里不适应，所以啊，我就过去陪几年，慢慢让他适应。是把小雨留在乡下，你和张舒婉带着舒恒去城里享福。听听你说的，这是人话吗？不是我不带小雨去，小雨一个乡下人，到了城里不得被人笑。我这都是为了他好。什么对小雨好啊？这大家谁不知道？你们两个在城里早就厮混在一起了。小雨，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？你难道真的让他俩带着舒恒去城里啊？国义，如果是为了舒恒好，你过去陪他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我就好奇了，这张舒婉是舒恒的亲生母亲，那他的亲生父亲应该也在城里吧？你过去陪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还是说舒恒的亲生父亲就是你？这女人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宋国义，我看你还能装多久？今天我就要向你揭开我埋在心底18年的真相，到时候你的表情一定会特别精彩啊！还能不能再快一点？陈总啊，车速已经够快了。18年了，小雨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就过来见你。小雨说的对呀，你让宋国义陪着舒恒去城里，这舒恒的亲生父亲怎么办？这样在一起生活了多尴尬呀！其实我老公已经去世几年了，要不然今天来见舒恒的肯定是他呀。原来你的丈夫去世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我们家国义真跟你有什么关系呢。小雨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国义哥呀，就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已，平常呀就是互相帮助而已。对不对？这也说不过去啊！就算是你的丈夫去世了，可是总不能一点声响都没有吧？这街坊邻居这么多人，大家有谁听过张舒婉丈夫的事情吗？这好像真没听过。就好像我和国义啊，没有领证结婚，也没有大操大办，可是这村里啊都知道我的丈夫是宋国义。你这保密工作做的也太好了吧？好到你的身边除了宋国义，再没有其他男人出现过了。顾小雨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人家舒婉都已经说了，丈夫已经去世10几年了，你还要在这咄咄逼人是吗？宋国义，你激动什么呀？我就是想问清楚而已。顾小雨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你不就是不想把舒恒让出来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舒恒我必须带走，谁都拦不住。各位，我知道这么多年小雨照顾舒恒不容易，所以今天和舒婉也是特意来感谢小雨的。小雨啊，这么多钱你拿着，以后你再也不用下地干活了，你和舒姨啊还能过几年温饱的日子啊！宋国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要用钱买我儿子是吗？哎，小雨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们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辛辛苦苦带了舒恒10几年。拿着吧，小雨姐，就当是买你养我儿子18年。这么多钱呀，这几年都不用干活了。你还别说，这宋国义还挺有良心，也不是什么不负责任的男人。我们大家可能误会他了。小雨啊，这钱你就拿着吧，毕竟呀，你也替舒婉养出了一个大学生，你可是他们张家的恩人呐。我不缺钱，我用不着这些钱。怎么，你不会嫌少吗？我知道你替舒婉养儿子很辛苦，可你也就值这么多钱呀。是啊，小雨，你就拿着吧，这以后啊就能过上好日子啦。我说不要就不要。大家看到了吧？不是我和舒婉对不起顾小雨，我们倒是想弥补她，可是人家呀根本就不稀罕呀。弥补？你想弥补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张舒婉吧？你这阴阳怪气的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为了照顾张舒婉失去丈夫的悲伤，身为有妇之夫，在她身边嘘寒问暖，处处关怀。我倒想问问你了，在张舒婉这一家3口中，你扮演着什么身份啊？怎么张舒婉认亲，你在这又蹦又跳的，比人家亲妈还热心积极啊？几年前我就看出他俩关系不对劲儿，我敢肯定啊，他俩肯定有问题。顾小雨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请你不要侮辱舒婉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么多年我们在城里只是互相帮忙、互相照应而已。那你照顾的还挺全面的。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今天会有一个礼物送给你，拿来。
大家好好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宋国义说的和张书婉互相照应。大家好好看看，这就是宋国义说的和张书婉互相照应。你什么时候拍的？我在乡下辛辛苦苦的带孩子，你和张书婉在城里逍遥快活。而且据我所知，在城里大家都只知道你身边只有一个张太太，根本就不知道你在乡下还有一个顾太太。宋国义，这就是你说的弥补我吗？你真以为这10几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宋国义，这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村长，你们不会连这种照片都相信吧？你们仔细看看，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正脸，只有侧脸。这怎么证明里面就是我和舒婉呢？说的也是啊，而且这张照片这么模糊，我根本就看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谁。没想到到现在了，你还不敢承认是吧？我承认什么？顾小雨，你把大家都当傻子是吧？我总算是明白了，你今天为什么会把书恒老老实实的交出来。原来你是早有准备的，你不就是不想把书恒交出来吗？你用得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？小雨，我们都知道你把孩子养成才不容易，可是舒婉怎么说都是舒恒的亲生母亲，你这样做以后让舒恒怎么看待你这个养母呀？是呀，你就算再怎么不情愿，也不能设计抹黑人家亲生母亲的名声呀，这样啊也太过分了。小雨姐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姐姐，我承认这些年我和国义哥是走的有些近了，可你也不能因此就抹黑我们呀！你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呀？你们俩别在这演了，累不累？既然你们说这张照片是假的，那这个呢？这张结婚证是假的吗？既然宋国义说他和张舒婉的亲密照是假的，那这个结婚证，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？结婚证，村长，快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没错，大家都看看啊，这结婚证的照片和印章都是真的。怪不得这些年你一直不想给小雨领结婚证，你就在城里和这个女人给结婚了啊！国义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，亏我们大家还这么相信你。你解释一下，这结婚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这我还能怎么回事啊？我算是看明白了呀！你这个宋国义啊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！你自己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潇洒了18年了，现在啊，你看孩子有出息了，你想直接回来摘桃子是不是？你真不是个男人呐！你真是可怜我们家小雨啊！辛苦给你生孩子，还把回城的名额给你张舒婉，你们就这么对她吗？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了？对得起小雨这10几年的付出吗？够了！你说过了没有？好吧，既然真相你已经说出来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。没错，我和舒婉是已经结婚了，而且舒恒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。顾小雨，你真的不要怨我，我可是知识分子。你觉得你一个乡下的村姑能配得上我吗？要不是之前我喝醉了，你爬上了我的床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碰你，更不会娶你。真的不知道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有多么的痛苦。我告诉你，我和舒婉才是郎才女貌的绝配。既然你们这么恩爱，那为什么把你们的亲生儿子放在乡下，让我养了10几年？我们给你养着是看得起你，给你一个当好母亲的机会，你应该好好感谢我们才对。而且我已经给你补偿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也别想阻挡我们一家3口的团聚。我当然知道你们是一家人，而且在10几年前就。你刚说什么？18年前你就知道舒恒和我们是一家人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这脑子能知道什么呀？我没有胡说，这个秘密我也藏了18年。小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明明知道这宋书恒是你老公和别人生的，你为什么勤勤恳恳的还替他们养孩子呀？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了养别人的孩子，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扔到一边了，这顾小雨的脑子啊，是不是进水了？我觉得咱们就不该同情顾小雨，她心甘情愿的养别人的儿子，可不是犯贱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离开宋国义就会死了呢。小雨，真没想到，原来你对我感情这么深，愿意替我和舒婉养孩子。现在像你这样的好女人可是很少见了。小雨啊，你
我真的为了这种男人，甘愿给他的情人养孩子吧？委曲求全了18年啊！就是行了，六婶，我知道你跟小雨关系好，可是你也看到了，他做这一切都是他自愿的，可怨不得别人。小雨啊，我真没想到你对我是这么的痴情啊！这样，今天我们把舒恒带回去，把舒怡这个没人要的女儿留给你，给你养老送终，也算是对得起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一片痴心了。自此以后，我们各不相干，永不再见。宋国义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啊？你只想要带走舒恒，可是舒怡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心里是一点都不在乎她。我告诉你，顾小雨，你别以为生了我的孩子就能跟我扯上关系了。这个世界上，我只认舒婉给我生的孩子，其他的我可不认。不行，妈，我也要回城里。我也要去城里，我不要和这个女人丢在乡下。爸，我也想去城里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吧。顾小雨不是把你嫁出去了吗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爸，我求求你就带我走吧。你不知道我嫁人之后被他们欺负的有多惨。我刚嫁进门，那个老痞子就打我、骂我，还让我洗衣做饭、下地干活。我真的受不了这样的苦日子了。我求求你就带我走吧，爸。滚开！爸，你为什么就这么憋心？只带走宋师傅，你难道不关心我的死活吗？就你拿什么跟我的宝贝儿子比？你比得上吗？就你这赔钱玩意儿，带你回城里，够丢人现眼啊！都是这个女人，是她让我嫁给老痞子，给宋世豪交学费的。你让我待在乡下，我会被他弄死的吧？都是这个女人，是她让我嫁给老痞子，给宋世豪交学费的。你让我待在乡下，我会被他弄死的吧？行了，你不用再求他了，他是不会带你去城里。你以为你嫁给老痞子的事情他不知道吗？在他心里，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女儿。狗鼻子！我能有今天，还不是都拜你所赐。要不是你当年给了我张书，我真能一辈子待在乡下吗？你明明知道宋书恒是爸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，你却一点都不介意，还供他上大学。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为什么冷落了我18年？为什么？冷落、偏心。宋淑仪，从小到大，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和舒恒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我哪里配跟舒恒了？倒是你，整天不好好读书，和一群小混混厮混，还为了一点钱把自己嫁给老痞子，我怎么劝你都劝不住。你现在过得不好了，后悔了，就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，还到处跟别人说我是为了一点彩礼逼着你嫁人的，你这么说对得起我吗？宋淑仪，你这臭丫头，作践自己也就罢了，还到处抹黑你的母亲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自己贪财就不说了，还给亲妈扣了个卖女儿的黑锅，给大家都骗了。当时宋淑瑜出嫁的时候，咱们还骂小雨是黑心，为了钱卖女儿。小雨一句话不吭，默默地咽下了这些口水。现在我们想想，真是后悔。那人就是个后悔呀。妈，我不是有意要说这些的，我知道你也是心疼我。既然这样，不如你给他们求求情，让我回娘家吧。我真的在婆家待不了1年了，我过不了那样的苦日子，我求求你了，妈。够了！你嫁人的时候可是口口声声的说你是自愿嫁给那个老痞子，所有的后果你都愿意承担。现在过得不好了，后悔了，还拍屁股想走人了啊？宋淑仪，你这是一点责任都不想承担。那你忍心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被欺负吗？你是我妈，不能不管我。哎呀，一个没用的妈，一个没人要的女儿，真是可怜呐。舒婉阿姨，不行，我给你当女儿吧。只要你能带我去城里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妈，我一定好好孝顺你。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这母亲能随便认吗？谁让他现在不管我的？现在谁能救我，我就给谁当妈。舒婉阿姨，不对，妈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就要了我吧，我一定会是一个好女儿的。顾小雨啊，这就是你生的女儿啊，可真够厚脸皮的。
为了自己，可是连亲生母亲都不要了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当我的女儿？我的孩子呀，是舒恒这样品学兼优，还考上名牌大学的，你拿什么跟舒恒比呀？你呀，就配跟你那个没用的妈好好的待在乡下。不行，我不要待在乡下。舒阿姨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张舒婉，我劝你还是带她回城里吧。毕竟宋淑仪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不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宋淑仪是你亲生的，不是我的女儿。顾小雨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宋淑仪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因为从一开始你们就搞错了一件事情，当年你生的可不是男孩，而是个女孩。啊？那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，开始说胡话了？舒婉生孩子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旁边，怎么可能分不清是生了男孩还是女孩？而且还是我亲手把孩子抱给你们，怎么可能弄错？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！小雨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舒恒，对这2个人呢心里也有气，可这么大事儿你也不能乱说吧？顾小雨，我看你现在被我们气得失去理智了吧？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想要扳回一城，可我也不会傻到连自己的孩子都分不清啊！你这种抢孩子的手段，未免也太拙劣了些。你还真是挺自信的。好啊，那我们可以验证一下。你们不是说你们亲生孩子的手臂上有一个胎记吗？那就看一看这2个孩子到底谁的胳膊上有胎记，真相就大白了。胎记够了，顾小雨，你别给我耍花招了。什么胎记，还用得着检查吗？舒恒就是我和舒婉的孩子，你呀就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。我和舒婉、舒恒还赶着回城呢，你呀就好好养着宋淑仪这个没人要的女儿吧。怎么，现在连胎记都不敢看了？还是说你害怕得到舒恒不是你亲儿子的真相啊？有什么不敢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死了这条心。胎记呢？胎记呢？我从出生手臂上就没有过胎记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就没有胎记？胎记我有啊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郭一哥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舒恒就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儿子。别急，别急，舒婉，胎记的事情咱们肯定是搞错了，也许咱们的儿子根本就没有胎记。对对对，我说我们记错了，记错了，那可是你们的儿子啊，这都能记错？闭嘴，顾小雨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不可能上当的，我生的明明就是儿子，这点我不可能记错的。宋舒恒就是我的儿子。顾小雨，我警告你，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愿意相信？那就让当年替你接生的人给你证明一下，你当年生的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？王姨，王姨，当时是你替我接生的，你快来告诉这个女人，我当时生的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你说呀，你快说呀，你快告诉大家，舒恒是我的儿子。你快告诉大家，舒恒是我的儿子。小雨说的没错，你当时生的呀，不是男孩，是女孩。啊？你胡说，你骗人！是真的，你当时和小雨的孩子呀，差不多是一起生的，我就故意把你的孩子和小雨的交换了一下，你就认为自己生的是男孩。我不是给过你钱了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为什么要帮这个女人啊？让顾小雨帮我们养孩子，你这个计划是挺好的，可是生孩子需要产婆，到时候产婆肯定会说出去的。放心吧，我早就打点好了，他不会说的。等到孩子大了，我们再把孩子认过来，到时候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产婆身上。我这个老婆子干了一辈子的产婆，又不是小雨告诉我，我这晚年不保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怪就怪在你们太不小心了，你们真应该学学我，一个秘密如何才能守18年。宋国义，这小雨嫁给你10几年，任劳任怨，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就算不喜欢这段姻缘，也不用算计他吧？你还是不是个人了？要不是小雨提前有准备，也不知道被这对狗男女害得有多惨。这是自食其果，活该，活该！
国义哥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书恒是我的孩子，书恒是我的儿子。我知道了，你还有你们都是顾小雨请来的托是吧？你们就是想抢走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宋国义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，我还有证据，你要看吗？来，这是书恒高考时候的体检表，我特意留了一份，上面有他的血型是 O 型血。你和张舒婉都是读过书的文化人，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？哎，我是 B 型血，你是 AB 型血，那书恒怎么会是 O 型血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宋书恒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，倒是宋淑仪正好是 AB 型血。张舒婉，你难道没有发现这个宋淑仪跟你长得很像吗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太好了，看来你们真的是我父。你们赶紧送我回城里，我真的不想待在乡下了，快点啊！你不要缠着我，我的孩子是品学兼优的宋书恒，才不是你这个没人要的废物！你不要缠着我，我是不会带你回去的。就算你们不承认，我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们今天必须带我回去！宋国义、张舒婉，我等了18年，今天终于等到有人报了。书恒，对不起啊，妈妈不该瞒你的身世这么多年，让你以为你是一个被人抛弃的野孩子。妈，我不怪你，今天才知道，这么多年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而且有你陪着我，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。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承认你这个废物是我的女儿，永远不会。苏恒，少恒，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他顾小雨是假的，这是骗你的。只要你愿意叫我一声妈妈，你就是我们张家唯一的男丁，我会动用我们张家一切的关系。只要你一毕业，就是最年轻的国营厂厂长。哦，只要你现在认舒婉阿姨为母亲，你的未来那可是一片辉煌啊，不比跟着这个乡下的妈强多了。只要你现在认舒婉阿姨为母亲，你的未来那可是一片辉煌啊，不比跟着这个乡下的妈强多了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可要搞清楚啊！听话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你们都别劝我了，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城的，也不会认这个女人当妈。我妈只有她一个。她有什么好的呀？吃了你这样，她不就是养了你几年而已吗？养了几年而已。从小到大，我生病陪在我身边没日没夜照顾我的人是她。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，替我出头的人是她。砸锅卖铁供我上学的还是她。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呀？她的恩情，我这辈子都还不起。不管你们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，给我多好的生活，都不会抛弃我妈的。舒恒，你别忘了啊，她是你妈，我还是你爸呢。你不打算认你这个爹了吗？从小到大，我见你应该不超过3次吧？你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呀？告诉你，我只有我妈一个人，谁要敢欺负我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妈，我科大不识好歹，你们就带我去城里吧，我一定会是一个好女儿的，一定会听你们话的。我真的不是你妈，求求你了，你别来找我了。你宁愿去认一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当儿子，也不愿意认我这个亲生女儿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敢跟舒恒比？我警告你，别再来烦我们！你再求我们，我们也不会认你，也不会带你回城的。你看看你的样子，年纪轻轻就辍学，还找了一个比我年纪都大的老痞子。我带你回城，给我丢人现眼啊！你给我滚！你们现在嫌我丢人现眼了？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嫁给老痞子的事情，你们也知道吧？你们好像还很高兴我嫁给他，现在嫌我丢人，晚了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们不认也得认。松开，松，你放手！松开！哎，不要松手！不要松手！放下！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要杀了他，然后给他偿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废物女儿，你不要惹我当妈，我不是你妈。算了，儿子，咱不理他们了。走，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
哎，等一下，儿子，爸爸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愿意认这个村妇当母亲吗？你还年轻，你根本不知道生活有多难。你这刚考上大学，以后你用钱的机会还多着呢。只要你答应跟我们走，你提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宋世恒，你不是从小品学兼优吗？你现在连你爹都不认了吧？你这样子，等你上了大学，你的老师同学怎么评价你啊？你想清楚了没有？妈，别担心，我不怕别人怎么说我。我说过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讲宋世恒？我是什么垃圾吧？不过没事，他们的梦马上就要死。舒恒，哎，舒恒，舒恒，你怎么了，舒恒？舒恒，哎，舒恒，舒恒，你怎么了，舒恒？舒恒，你别想了，舒恒，舒恒，没事。你放心，我哥死不了，我就是在他杯子里面加了一点点农药，顶多致死。宋书记，是你干的，你疯了吗？这是你哥，舒恒，他也配？他不就是因为学习好才被你们珍惜的吗？现在他死了，你们就只剩我一个女儿。来啊，都来抢我！谁让我满意了，我就跟谁啊！村长，快点叫着宋舒恒去医院，快点！快点，爸爸！舒恒，舒恒，舒恒，妈，我现在终于是你们唯一的孩子了，你们赶紧带我走吧！啊！赶紧报警，把这个凶手给我抓起来，快！对，把他抓起来！对，赶紧抓走！为什么就算宋世恒死了，你们也不愿意认我这个亲生女儿？为什么？快呀！我儿子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的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他没事吧？你是病人家属吧？闪来！医生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现在病人情况十分危急，中毒导致的肺部严重出血，需要马上动手术。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，他才18岁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这是手术同意书，你们抓紧签一下。我签。张书婉，把同意书给我。哟，现在知道着急了，是不是怕你培养了18年的赵年郎死在你面前呀？顾小雨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机关算尽的怎样？最后还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？张书婉，我现在没工夫跟你争这些，赶紧把同意书给我。给你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才把同意书给你，不然你就等着你儿子死在你面前。我们今天带来一车的礼品，会不会有点太招摇了？街坊邻居看到了，会不会觉得咱们在炫耀？陈总，怎么会呢？如果我家有个状元郎，我会把整个商场都搬回家的。当年我为了创业离开了李家村，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。这次回来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补偿他们，尽我的全力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你们找谁呀？我们找顾小雨和宋书恒，我记得他们不是住在这里吗？他们不在家，你们以后再来找他吧。大婶，我听说书恒刚刚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正在办升学宴，怎么会不在家呢？这话说起来我就来气，好好的一个升学宴，都怪那个宋国义、张书婉，还有小雨那不争气的女儿作孽。哎，可怜的书恒啊，现在还正在医院里抢救呢，估计是不行了。什么不行了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是顾小雨的什么人啊？张书婉，我儿子现在就躺在手术室里，我没空给你谈条件，把手术同意书给我。顾小雨，你儿子现在的生死掌握在我手里，请你现在老实点，要不然等你儿子死在里面，这个同意书你也拿不到。好，你有什么条件？只要你自愿和宋书恒断绝母子关系，让他跟我们回城里，我就把这个手术同意书给你，怎么样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些？我儿子现在就躺在里面，赶紧把手术同意书给我，要不然书恒真的没命了。
哇，宋书恒现在还在手术室里抢救呢，要不咱们就先把手术同意书签了吧，免得出什么意外呀。宋国义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怕你们老宋家父绝后？哎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宋国义，反正我的亲生女儿已经毁了，这宋书恒不管是不是我亲生的，他都必须得是我儿子，要不然就只能死。顾小雨，识相一点，赶紧答应我的条件吧。反正你儿子的死活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同意书签了吗？病人现在1分钟都耽误不了啊！医生，同意书能不能等会儿再签，先救我儿子的命？胡闹！我们医院有规定，不签署同意书不能动手术，你们抓紧时间。怎么样？还要犹豫一段时间吗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可是你的儿子没有太多的时间等你了呀。好，我同意和宋书恒断绝母子关系。口说无凭，立个自据，我现在是一点都不相信你。什么自据？你自愿和宋书恒断绝母子关系，并且把他的监护权、抚养权给我们。好，我签，我自愿将宋书恒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转给他的亲生父亲的手里，这应该可以吧？当然可以，反正我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，都一样。保证书我已经签好了，现在可以把手术同意书给我了吧？我顾小雨自愿将抚养权和监护权转交给他的亲生父亲，并且和宋书恒彻底断绝母子关系，永无瓜葛。不错不错，还挺听话的。保证书我签过了，手术同意书给我。赶紧签，可别让我宝贝儿子出事了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已经签好了，麻烦你一定要救活我儿子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现在没你什么事儿，别一会儿耽误我们一家3口团聚。我儿子在里面生死未卜，你现在让我走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说这话可真有意思，你这保证书和同意书都签了，你杵在这儿干嘛？宋书恒现在是我儿子，不是你儿子，他现在是死是活跟你没有一点关系。国义哥，赶紧把这个女人赶走，我们现在就是书恒的亲生爸妈了。顾小雨，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可怨不得别人。要是在升学宴上，你能乖乖的拿走我给你的钱，并且老老实实的把书恒交给我，书恒也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看看现在这个样子，搞得我们都不体面。等书恒做完手术呀，我们就把他带到城里去。等他大学一开学，我们就一家3口搬到北京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我相信，等书恒慢慢适应城里的生活，他会慢慢忘记你这个乡下做粗活的母亲。你们不会真的以为今天就可以带走书恒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都是宋书恒的亲生母亲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顾小雨，你是不是投资进水了？刚刚可是你亲自签的保证书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受法律保护的。舒婉，别管他，这只是他不甘心而已。反正现在儿子的所有权已经在我们手里，他爱说什么说什么。难道他还能把咱们的儿子抢走吗？我签的，我当然会承认。不过，请你们看清楚了，我签的可是转交给宋书恒的亲生父亲。是啊，我就是书恒的亲生父亲。我是宋书恒的亲生母亲，可宋书恒的亲生父亲不是你。啊，顾小雨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又在说什么胡话呀？当年明明是你爬到我的床上的，我不可能记错了。书恒就是我们两个生的，他就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我爬上你的床，你们真是不要脸了！当年明明是你闯进我的房间，幸好我拼死反抗，才没有让你得逞。那天晚上，你根本就没有碰到我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为了抢走书恒，这是什么诡计都用得上。现在不会再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。究竟我要说什么，你才愿意相信你不是书恒的亲生父亲呢？除非你说的那个所谓的亲生父亲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否则你就是在胡说八道，就是在吓唬我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现在就让他出现呀！出现呀！快呀！
顾小雨，你还真是够可怜的。为了跟我们抢书恒，你连自己的名声和脸面都不要。我数3声，你赶紧给我滚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看来我真是好久没打你了。动手，你动一个试试，看我怕不怕？我住手！小雨想试试。有德，你终于来了。对不起，有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咱们的孩子。这不怪你，小雨，是我来的太晚了。这18年来，让你和孩子受委屈。顾小雨，我什么孩子？这个男人是谁？他是谁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就是我的丈夫宋书恒的亲生父亲。小雨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啊！你居然背着我跟这个野男人出轨！你怎么有脸说这种话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你结婚的对象是张书婉，和你在城里风风光光、逍遥快活18年的也是张书婉。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会说我出轨的？这个你给我看清楚，这是我和小雨的结婚证，我才是小雨的合法丈夫。宋书恒，他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宋书恒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顾小雨，你居然耍了我18年！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勾搭上这个小白脸的？我劝你对小雨尊重一点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你知道我是谁呀？入赘的张家可是我们县城数一数二的大家族，就凭你也想替他撑腰啊？张家，我还是挺了解的，那你应该认识我。陈总，什么陈总？陈总你都不知道，那可是全市顶尖的大老板。我们张家的生意都是靠着他才发展成现在这地步的。要是得罪他，我们张家就完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样的大老板怎么会看上顾小雨这样的村姑呢？村姑，在我的眼里，小雨比任何的女人都要美丽善良。当年也是她为了让我进城发展，才把她进城的机会让给了我，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没有小雨，也就没有我现在。我告诉你，宋国，你不放在眼里、不珍惜的人，在我的眼里，就是珍贵无比的珍宝。宋国义，我早就调查清楚了，你出轨、家暴、弃养亲生骨肉，还让小雨替你们养孩子，你好大的脸面呐！你们给我听好，这18年来你们欠小雨的，我会一笔一笔的跟你们算清楚。陈总，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，我也是被骗的。陈总，求求你，你千万不要对付我们张家，我明天就跟他离婚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陈总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说什么？宋国义，敢做不敢当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攀上我就是为了我们张家。这个贱人，都是因为你啊！你害得我什么都没了，贱人！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小雨姐，你会怪我的对不对？你忘了，在李家村，我们可是10几年的姐妹情呀，我感情特别深。我们都是被宋国义这个渣男给骗了呀，我们都是受害者呀。受害者这两词适合用在你身上吗？你别忘了，从一开始就是你跟我作对的。小雨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吧。小雨姐，我保证我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，求求你帮帮我吧。你想让我饶了你？我这个人呢，念旧情当然可以，但是我老公就不一定。你们算计欺负我老婆这么多年，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算了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切断跟你们张氏公司的一切合作，并且永远不会投资你们的任何项目。不行，陈总，我知道错了。小雨姐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呀！我也是被宋国义给骗了呀！小雨姐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呀！自作孽不可，不可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滚！病人家属都在吧？手术很成功，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他了。谢谢爸。爸，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去城里住？还有北京，你一次都没有去过。老婆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回城里吧，别在乡下受苦了。对了，我不觉得在农村吃苦，
我的根呐就在农村。行了，赶紧吃饭吧，这可是咱们一家人的第一顿团圆饭。来，